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是那个爱你们的前女友呀。最近闲来无事，偶然发现了一部宝藏番剧《狂赌之渊》，今天就给你们来介绍介绍我的新老婆吧。私立百花王学院拥有着悠久的建校历史和超群绝伦的社会地位，在这里就读的大部分都是名门子弟。这急促的喘息声居然是在赌博，没想到吧？这个学院的特殊规则就是以赌博来决定阶级地位。如果输掉的人没有钱还债，就会被沦为家畜，遭受到大家的欺凌。学员将不定期的公布家畜的名单，学生会则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。这抖 M 的设定一看就知道这番不平凡。班长梁太一上来就输给了雅雅里，成为了他的家畜，这就是典型的幼菜外玩。正当他觉得此生无望的时候，孟子的出现使他再次感受到了生命的曙光。眼前这位黑长直美少女就是新转校生孟子。作为班长的梁太负责带着孟子参观学园，就这样开始了他的舔狗生涯。雅雅里看着自己的家畜对着别人阿谀谄媚，气的是牙根痒痒。梁太带着孟子参观学园的时候，被他发现戴在脖子上的狗牌，没有办法，梁太只能把赌博的规则告诉了他，并且让他小心。原本温柔的孟子开始狂笑，他表示非常的期待。孟子回到教室之后，被一群热情的小俏，不对，是小姐姐围了起来。雅雅里超级浮夸的做完自我介绍之后，就开始邀请孟子赌一把。本着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原则，消息很快就在校园里传开了。这次的赌法是投票猜拳，同学们在卡片上画上石头剪刀布，再把卡片放入投票箱。孟子和雅雅里分别从箱子里拿出3张卡牌进行猜拳，筹码为120万，谁先输完谁出局。雅雅里一把拽过身后的梁太，让他去当筹码。哇，这个女人真的好拽，爱了爱了。赌局开始，第一局孟子押注2万赢了雅雅里，第二局孟子直接加注到50万，赌徒的世界没有撤退可言，但是这局赢的人是雅雅里。第3局孟子押注2万赢了雅雅里，第4局他又继续加到50万，没有悬念的输了，赢了100万的雅雅里开启了他的演绎时间。此时孟子还剩24万，雅雅里有216万，相差悬殊的情况下，孟子选择继续。第5局雅雅里赢，孟子提出再赌一局，雅雅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还偷偷嘲笑孟子蠢。孟子把1000万的现金倒在了桌子上，雅雅里觉得他是疯了。孟子开启了狂暴模式，他越说越投入，越说越癫狂，这演绎让我重新认识这个女人。雅雅里觉得班里一共30人，有21个是自己的家畜，怎么样对他都有利。孟子发现了他的伎俩，并且赢了他，负债880万的雅雅里成了家畜。梁太问孟子是怎么看穿的，他说从一开始就发现了雅雅里串通20个同学作弊，他想在筹码输光前找出雅雅里作弊的方式。后来他利用镜子发现了躲在自己背后帮雅雅里指挥的梁太，再加上自己的运气好，赢了赌局。他享受赌博带来的风险。梁太说自己要退学了，先前输给雅雅里就欠了一屁股债，这次雅雅里输给孟子，他的债务更多了。孟子以感谢他让自己享受赌博为理由，给了他一笔巨款，两人就这样成了朋友，典型的那什么交易。梁太感觉像做梦一样，不仅脱离了家畜的阶层，还抱上了女神的大腿。雅雅里就比较惨了，曾经高高在上，现在沦为家畜。孟子看到他的遭遇很自责。梁太说学生会高手云集，是最强的赌博团体。2年前陶参起利罗用一场赌博获得了学生会会长之位，他上任之后开始进行改革，家畜制度就是这么来的。孟子听完秒变痴汉脸，他对这个学员越来越感兴趣。孟子一战成名之后，学生会的黄一月主动找他比试，这个黄一月可不简单，1年级就成了学生会的干部，虽然是砸钱进来的，但是传闻他玩扑克从没输过。黄一月和孟子的赌法叫双重精神衰弱，从2副扑克牌中找出花色一模一样的，翻开后花色不同，还要再翻过去，如果成功找到可以接着翻，直到一方先翻完54张则为胜利。这不就是连连看吗？游戏需要2000万筹码，孟子没有那么多钱，黄一月表示零利息借给他，2000万对于他来说不痛不痒，而且这场比试还能给家里生产的扑克打广告。然后就打起了广告，哎呀，你可真是个商业小天才啊！赌局开始，黄一月如鱼得水，比分越来越大，最终赢得了赌局。孟子请求再赌一局，这画面似曾相识呀。黄一月有个癖好，他喜欢收集真人的手指甲，于是要求孟子以手指甲为筹码。孟子接受了他的要求，黄一月觉得胜券在握，因为这扑克牌是他家特制的，预热后背面会产生特殊图案，2-3分钟内才消失。他在书包里贴了暖宝宝，在对应图案把每张牌的位置记清楚，这场比赛就稳操胜券了。比赛开始时的你争我夺和出现失误，都是为了掩饰作弊。可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孟子早就看穿了他的伎俩。通过上一局的比试，他也观察出了每张牌对应的图案，然后记住了他们的位置，就这样一口气找齐了54张牌，赢得了这场比试。孟子提醒他，用家族产业做赌注，就要做好相应的觉悟，然后就开启狂暴模式，给他来了段演绎个人秀。他邀请黄一月再来一局，赌上脚指甲、手指甲都 OK。黄一月并没有选择再赌下去，一是担心家
家族事业受到影响，二是孟子的气场吓到了他。孟子赢了黄衣月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学生会，他成了众矢之的。意犹未尽的孟子决定去学院的赌场玩玩，看到他这个样子，就想起了熬夜打王者的我。梁太带着孟子去了传统文化研究会，也就是赌场，瞅瞅人家这洋气的名字。在这里，他们发现了牙牙里。牙牙里想翻身，便来到这里碰碰运气，结果又输了4960万。我说大妹子啊，咱金盆洗手吧啊！和他对赌的叫做百合子，是学生会领导班子的一员。百合子赢了牙牙里，还不忘嘲讽他，这让傲娇属性的牙牙里精神极度崩溃。他觉得从一开始就不该去招惹孟子这个女人。牙牙里走后，孟子和百合子开始了较量。本着眯眯眼都是怪物的人设，百合子的老千手法更是高明。这次他们玩的是生与死，在壶里放10把像剑一样的棋子，然后猜剑落到哪个数字上，这就和摇骰子差不多。但是如果棋子的刀刃向上，就可以向对方索要30倍的赌注。赌局还没有开始，孟子就开始口吐芬芳，他赞赏百合子是人渣中的人渣，和粪土差不多，并且夸他的名字很蠢。百合子被成功的激怒了，赌局正式开始。下完注后，孟子开始揭露百合子的签术。百合子数下手上的黑点其实是磁铁，通过手上的磁铁吸引含有磁铁的棋子，让其落入指定的洞中。虽然是出签，但是胜率只有50%，使用率相对较低。不过背后有学生会的财力支持，长期下去也是笔不小的收入，并且主要针对家畜进行公示战，自己输个几千万不算什么，但是如果家畜输了，便很难翻身了。这种给对方希望再打入深渊的行为，属实地利行为。孟子故意激怒他，让他为了赢得赌局选择出签，然后将全部的筹码压在他出签的洞上，如果压对了，就能赢得21亿7千万。这笔巨款不但会让百合子家财散尽，连同这里的社员也会沦为家畜。生死在此一搏，这才是真正的生与死的游戏。百合子不想冒这个险，他打算和孟子和解。此时会长出现，逼迫他继续，结果百合子竟然赢了赌局。原来会长通过古老的签术欢，使得他反败为胜。孟子为此负债3亿1千万，沦为了家畜。第二天，他便遭遇了和牙牙里一样的待遇。假意关心的同学忽然变脸嘲笑他是丧家猫，好在孟子心理素质比较强，或者更像是抖 M， 他顺势倒地扮起了小猫，简直是可爱到犯规啊！以上呢就是前几集的内容了。孟子能否再次翻身？学生会还有什么样的高手没有露面？如果你还想看关于更多狂赌之渊的最新剧集的话，一定要记得关注我呀！那么故事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喜欢的观众老爷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关注、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随时收获更多精彩故事。比心。